快跑啊！仙人发怒了！我去，不会刚穿越过来就要领盒饭了吧？蝼蚁！我操！我居然没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丁，长生系统绑定成功，宿主每苟活1年就可以获得1点自由属性点。我去，长生体，那我得赶紧找个地方闭关，把那些仙人都熬死才行。反正我有无限寿命。小夏，朝廷来征兵了。啊，我也要去吗？你不用，一般不招收孤家寡人，而且你本就是这2届的优秀巡捕，可以免除征召。不过我就得去了，此番上战场，不知何年才能回来，甚至可能战死沙场。我倒是无所谓，只是心有牵挂，终究放心不下。巡捕之中，我觉得你的信性最好，所以我想请你照顾好。队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嫂子的。不是嫂子，是我的15岁的女儿许真。哦，萝莉啊，这个我也擅长。我在屋里留下了不少的钱财，算作我女儿以后的生活费和你的辛苦费。你要照顾好她，别让我失望啊。哦，好好。许真在吗？我是你陈哥。陈哥好。你好，接下来就是我照顾你了。你爹应该告诉你了吧？嗯。那我就去搬衣物被子过来住了。不行，这也太快了！再说我还没到岁数了，而且就算到岁数了，也不一定是陈哥你啊。虽然陈哥你是一个好人，但是还是容忍我先拒绝你。有事找我就行了。陈哥就住在对面那条街第3个房子。好。恭喜宿主又苟活1年，获得1点自由属性点。还是加力量好了。不错，越发威猛了。哥几个已经打探好了。怎么说？尾河镇现在就只有1个巡捕，并且城里的士兵也帮不了尾河镇。现在很多有钱人都往城里跑了。他奶奶的，把老子的银子都带着跑了！不碍事，他们虽然跑了，但尾西镇的商户们还在，有他们就会够哥几个赚得盆满钵满了。哼，最好是这样，不然到时候少了的银子你可得补给我。肯定少不了哥几个的。你说这尾西镇里如今就剩下1个巡捕呢？是的，这剩下的巡捕是最年轻的，刚刚上任没几年，年纪也小，构不成什么威胁。你倒是摸透彻了啊！大当家的，我们之前可是说好了的。这是自然，只要兄弟们赚够了，肯定少不了你的。还有说好的那个小娘子许真，放心吧，也少不了你的，你尽管等着就是了。大当家的，这里。先去哪儿一家？先去镇头里边那家，只有1个小姑娘，她爹之前是巡捕队长，但是被征兵走了，应该留了很多银两。这小姑娘应该就是你想要的那个吧？正是，大当家的英明。我倒要看看这小娘子长得什么模样，能让你这么魂牵梦绕。若是极品的话，不介意哥哥我先品尝一下吧？想一个人吃独食？不敢。哼，小美人儿出来玩啊！流寇怎么办？陈哥这个时间点去巡夜了。对了，地道可以直通陈哥的家。钥匙呢？地道的钥匙放哪里了？干嘛呢？一个个的！这就是你们镇上唯一的巡捕？就是他，陈夏，平日里和许真关系最好，现在肯定是要来出头，破坏我们的好事。那今日过后，你们尾西镇就没有巡捕喽。要不你从我裤裆里钻过去，再磕几个响头，叫2声爷爷，我倒是可以考虑饶你一命。神仙菩萨们呀，保佑陈哥不要出事，千万要保佑呀！求求你们了。你过来受死！你这畜生，莫不是邪祟上脑了？分不清自己几斤几两，真敢和你爷爷叫板！看老子2刀剁了你，丢到猪圈喂猪去！少爷，
就这？这还是人？那可是军队里的斩骨大刀，专杀骑兵，一刀下去，战马的4条腿都得断开，竟然被他徒手拧碎。我们有话好好说。我在江湖上也有个哥哥，就在10里开外，名叫沾花手杨刚，想必你也知晓。很牛吗？可空手碎石，拳破硬墙，以手断流。就这，我力量加到2点的时候，就能轻松完成这些事情了。好霸道的内力！重新介绍一下，我叫陈夏，是尾溪镇连续蝉联了4届的优秀巡捕。你们可以称呼我巡捕大人，当然记不住也没事，反正投胎过后也会忘记的。饶命！大侠饶命！跟这个家伙拼了！小雪，夏哥，你好厉害啊！没错，这就是外边的流寇，和城里官府给的通缉令一模一样。我自幼习武，少时更是得到了江湖大侠传承，杀几个流寇而已，不算什么。哦，对了，铁匠私通流寇也被我斩杀了。这铁匠平日里就喜欢做些偷鸡摸狗的坏事，做出私通流寇的事情并不奇怪。小夏呀，你斩杀的这些流寇里边为首的大汉应该是叫做杨丽，他有个哥哥叫做杨刚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是说过，怎么了？有所不知，他哥哥是方圆数十里出了名的恶霸，仗着学过武艺，欺男霸女。最近2年，听说还跟仙门套上了关系。仙门？这仙门是在百里外，是近200年崛起的，创造者是一位域外仙宗的弟子，据说有单手断江、吐火弄水的恐怖神通。原来只是一个仙宗的弟子呀！这杨刚有些资质，被仙门收入当做弟子。前2年刚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可能10年，也可能20年。但他回来后，肯定要来给这杨丽报仇。原来要几10年的时间啊！那我怕什么？慢慢加点就完了。到时候这杨刚回来了，指不定是谁打谁。要不小夏，你领了流寇的赏钱，就快点逃去其他地方吧，安安稳稳的过一生。不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很牛，力量已经10点了，这次加气运试试，好像没什么变化。不过，气运这种事情本来就没有什么实质变化，之后再看吧。难道这就是气运的作用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难道你是龙王转世不成？不用鱼饵都能钓这么多？夏哥，这是我做的清蒸鱼，你尝尝味道好不好？夏哥，我们一起去钓鱼嘛。上次你一个人钓完了，我还没有上一条。夏哥，你怎么还是这么年轻呀？这怎么行？要是以后我老了，你还是这么年轻，该怎么办？夏哥，我唯一的亲人也死在战场了，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有真正在乎我的吗？有啊。谁啊？我。夏哥，其实我……我们是域外仙宗修士，长老感知你们镇上有大气运者出世，特此前来收徒，加入我扶摇仙宗。这域外仙宗可是比仙门还高一个档次，据说是建立在9天之上，好雨之间，独揽繁星，统领人间的存在啊！比地上皇帝都不知道要大多少倍。此次宗门用天机令检测到的大气运者，评级乃恐怖的大地级。此人若不陨落，将来必定成为大帝，遨游寰域，掌控全星。你可愿意加入我扶摇仙宗，成就无上大道？天机令根据气运的不同，有9种变化。前3为人，中3为圣，上3为地，分别以白、金、彩来表示。你的气运在上3中段为深彩色，所以你确实是大气运者。是不是弄错了什么呀？天机令不可能出错，你就是大气运者，理应成就无上大道，不要拒绝，也拒绝不了。若你只是一般气运，我们扶摇仙宗大可凭你自己的想法决定不加入。可你气运太大，若不加入我扶摇仙宗，肯定会被其他外界邪修觊觎，性命难保。可我们怎么知道你们不会觊觎小雪的气运？邪修会害小雪，你们就不会呢？我们扶摇仙宗是此界的庇护者，与此界气运相连，生生相息，绝无可能害此界的大气运者。
我可以立下生命大道誓言，绝不会危害大气运者半分。我已经立下了大道誓言，这小姑娘会有感知，且现在你们也没有拒绝的权利。我只是对待大气运之人才会如此尊敬。修行到底是怎么样的？扶摇仙宗主修仙法需要沉浸于悟道，你是大气运者，有很大的可能成就无上大道，但也需要绵长的时间去沉淀，少则万年，多则那能不能带上夏哥一起修行呀？可以让天机令检测一下，只要有些许天赋，我就可以同意，不然需要再请示一下。无气运之人，无气运之人，我们扶摇仙崩是立了祖训不可收的，只怕不能带他一路了。可夏哥真的很厉害呀，上次还击杀了10几个流寇。你觉得厉害，只是现在眼界未开而已。等你走上了仙路，眼界高了，自然会发现凡人之间的渺小。不过我可以给予此人补偿，法宝、武器、灵丹妙药、仙术法门，我扶摇仙宗都可以赏赐此人，只要你加入。如果我去了，夏哥被仙门报复时，我就能站出来保护夏哥，也能和夏哥一起踏上修行路，一直在一起。你不用如此犹豫，你加入扶摇仙宗后，我会给他一个修仙法，只要资质足够，你们以后还是会相见。当然，这个前提得是资质足够才行。你是大气运之人，他是无气运之人，在成就大道之前，如果相处太久，他会极大的影响你的气运。等你印证大道后，才可免除影响。所以你们前面注定要分开。为了你的前程大道，后边若是还有缘的话，自然有数万年时间相处。夏哥，我想去。想去就去吧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。走出自己想要的就好了。好。怎么了？喜极而哭？就是舍不得你。会再见的。那就给你们3日的分别时间，我们3天后接应你吧。夏哥，夏哥！小雪，小雪，还有意识吗？夏哥。你怎么有2个脑袋了呀？小许，你喝多了？没有，我没有喝多，我就是人有点晕。好好好。夏哥，帮我脱鞋。小雪，你没有脚气吧？没有，我才没有。奇怪，我怎么有3只脚呀？不对，好像要变成4只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喝多了呢？真的吗？我的脸好烫呀，真的喝醉了吗？别走，夏哥，你别走，别丢下我。好好好，你坐下。夏哥，你相信酒后吐真言吗？小雪，你喝醉了。没有，我没有喝醉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夏哥，我喜欢你。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可能是春天，也可能是秋天，我也不知道日久生情还是一见钟情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理解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像是春天就是要开花，秋天就是会结果一样，不讲道理的。我喜欢你，夏哥，真的好喜欢。小许，你真的没醉。可能没有这次修仙的机会，我永远也说不出来这种话吧。我一直觉得夏哥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很自卑，怕自己配不上夏哥。我已经23岁了，夏哥却没有一点变老的意思。我老是在想，要是我成了老婆婆，夏哥还这么年轻该怎么办？我每次想都很伤心，但这次修仙给了我机会，我想以后和夏哥在一起更久。我们约定好了哦。法宝、仙丹、功法，你任选一样，我都可以给你上品，足够你这凡人受用一生了。快点选！有牺牲寿元修炼功法吗？你这选择倒是奇怪，竟然要牺牲寿元修炼的功法。这种功法，就算是几千年修为的大能都不敢随意修行。你个凡人倒是胆大。我打小胆子就大，不对身体有什么损伤，我还真不想练。这种功法比较罕见，我这里收录了一本，叫做归息术。虽然名字是归息，却是燃烧寿元修行的艺术。不过这归息术只是金丹法，最多只能修行到金丹，具体能力我没练过，也不知道。但书上稍微描述了一下，只要到金丹大成就能开始归息，每年都会增加身体的各种能力。也不知道是哪个奇葩想出来。你要的话，我可以再给你2颗寿元丹，第1颗能增加你100年寿元，第2颗功效减倍，只加50年寿元。归息术我要，
寿元丹我不要，你换成其他的吧，最好能直接增加实力。那给你2颗筑基丹，之后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下界，不要再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想法了。从此以后，你和圣女就是天壤之别。300年寿元求金丹，3000年寿元求大能，3万年寿元求准圣，30万修无敌。这老头不是说的金丹法吗？怎么求准圣、求无敌都来了？吹牛逼呢！金丹只有500年寿元，正常人修炼300年也差不多金丹了。这功法居然要牺牲300年去成金丹，那剩下200年还修个屁啊！直接快进到为了修行把自己送走了。但错的功法遇上了错的人，这一下就对起来了。按照上面所说，虽然会牺牲寿元，但会极快的提高修行速度。金丹之前大概是3倍速度，也就是100年就能成金丹，更别提我还能加点。这下真要修无敌了。如今已经到达了炼气7层，估计再有个20年就能筑基了。我现在的力量是20点，气运是6点，如今我的实力已经达到摧山断江的恐怖程度了。啊，这也行？大龟息术，竟然多出了元婴法门，而且修炼的效率也提高了20%。原先需要100年修成金丹，现在只需要80年了。诸位，这尾山镇的镇长陈夏可真是仙人？应该是吧？我听过这陈夏的人说过，他相貌20年都没变过，除了仙人，谁还能有这种本事？就算是易容，也绝对没有这种效果。且之前与他关系密切的一个女子被仙人选上，确切的飞升成仙了。他应该也得了不少好处。与他关系密切的女子被仙人选上了，他为何没被选上？这就不知晓了。还不是因为这陈夏资质不行，所以没被仙人看上。我估计他这仙人的传言大有炒作的存在。你们看，如今的尾溪镇能这么热好，我们可是出了不少力气，全都等待着被那陈夏选当徒弟呢。结果无数人上门，他却一个不收。据说这陈夏在20年前就徒手击杀了一队流寇。且不谈这传闻真不真实，单是这击杀一队流寇的事情，许多江湖人士都能做到。远的不说，近的竹园7客肯定能做到吧？更别提百里内还有一个仙门。可是我们也不知道真假呀。那就稍微试探一下吧，看看他是龙还是虫。今日天气不错，没事我溜达。镇长好。好。聚众杀就算了，至少躲着我呀。好歹我现在是镇长啊！就这狗养的，和你爷爷真是铁板刀，拿去杀猪都嫌钝，还想杀人？哼！你现在跪下给老子磕2个响头，老子还能饶了你这条狗命！别在这里发癫，陈镇长，这可是他们先挑衅我们在先，你总不能偏袒吧？分明是你们这些狗娘的来茬，还敢把锅耍在爷爷身上！小姑娘先回家，别怕。吓到人家小姑娘算什么？不会自己在外边约个地方吗？这确实是我太过气急，有失考量。事后这些破碎的桌椅，我都可以原价赔偿。我们也可以。你们知道我脾气很好，所以现在把钱赔我可以放你们一马。事后你们只要不在镇子里，我也不会去。钱可以赔，但哪有江湖恩怨之后了的道理？江湖之上起了恩怨，便要解决了才痛快。这样拖着的话，我们兄弟出去了，岂不是要被笑话？确实如此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我这里不是江湖，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。看来你们是给脸不要脸了。镇长，你要是真不明事理的话，我们弟兄哪怕是豁出这条命来，也要为自己讨个说法。我们敬你是仙人，还希望你不要仗势欺人。我不喜欢杀人，但不代表我不会杀人。不知道陈镇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南山老峪、淮海剑客、平湖朗巡捕司、静心阁、大日山，我不管你背后是哪个存在，50息内给我交了赔偿的钱，滚出镇子里。不然就别站着了。您这番话语是不是太过肆意妄为了些？你虽是镇长不错，可也并非这镇子的掌控者，言行举止有些太霸道了吧？霸道？我改主意了。仙人之名果然不是传言。还要打吗？是我们兄弟鲁莽了，这就赔偿，然后离去。你最好是有事，请先生出示，保大宋无恙。就是你在后边试探我啊？在下唐突了，可也确实情非得已。如今大宋被外贼入侵，正值为难之际，还请先生出示，保大宋无恙。哎，为什么要请我？其他的江湖人士不行吗？其他的江湖侠客我们自然也有邀请，可起不到什么大用。
只有先生这种踏入仙途的人物，才可算是决定胜负的人物之一。大宋王朝境内还有一处仙门，其宗主据说也是一位仙人，只是这位仙人闭关太久，不问世事，甚至皇上亲自去求都没能让仙人出关。没有其他仙人了吗？我们下界是没有其他仙人存在了。下界？我们这是下界，是凡人的地界，上面就是天界，是真正仙人存在的地方。不过上界的仙人好像不会随意下来。上次仙人下凡，还是因为来尾书镇收徒一事。就没有什么仙人灭城的事件吗？从来没有这种记录。且根据古籍上的记录来看，仙人若是下凡的话，会被极大的削弱力量，需要重新修行。所以甚至有江湖绝顶高手击杀下凡仙人的记录。我穿越而来的地界应该不在大宋境界，所以被灭掉的那个城镇，大宋不知道也很正常。大宋愿给出国师身份，请先生出山。再说吧，我还是更想苟住家底。先生，先生，国之将亡，我却无力无能，唯有跪地痛哭，丢光了家族脸面。废物，我真是侏儒废物！打仗变数太大了，万一对面也有什么怪物存在，那我不就危险了吗？不如苟着多加几年的点数，再苟70年。等金丹后，我应该就在这下界里无敌了。什么事？镇长，不好了，镇子里闹妖邪了！这死法和20年前的尸体一样。穆邪茂道长呢？他当初不是要处理这个妖邪的吗？穆道长死了！我们见穆道长一直没过来，就商量着去看看，结果走到半路，就发现穆道长的尸体倒在了半路上。给镇长。20年前，我收了富贵家的钱，去探查邪祟一事，诸多手段，诸多线索，皆指向了镇子前端的深山之中。我在午时，大日最烈之时进入深山，顺着猎户开阔出来的小道，到达了半山腰。此时就没了道路，再往里的山林太深，阳光照射不进去。我拿着罗盘，警惕着心神，自己摸索着，又走了5里路。等进了山林最浓密处，温度寒冷了起来。明明是中午，却像是深冬。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破败的村子，以及上百个坟冢。我慌乱间匆忙看了一眼，这个镇子叫做头山镇。等我出去，站在半山腰，在朝山下打量时，我才发现这条山脉像是腰脊，格局细长的尾溪镇像是尾巴。此刻我才想起一个老人的传言，尾溪镇的尾是蛟龙尾巴的尾。深山有蛟龙蛰伏，圈养百鬼，百鬼之中会有1-2个偶尔下山吞噬村民，且越临近蛟龙复苏，这种情况就越严重。到了最后，百鬼夜行。如果真是按照穆道长所说的话，这蛟龙应该是很强悍的存在，蛰伏自在深山之间，寻求出世的时机。镇长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听说过愚公的故事吗？没听过。愚公是谁？是我。把尸体拿去安葬好。下界也不太平呀，又有鬼怪，又有江湖高手，还有国难，甚至蛟龙都出来了。按道理来讲，我现在应该找个地方苟起来的，默默加点上万年。但接了镇长的位置，还是做点事吧。龙兄在吗？这是我力量加到25点后第一次使出全力。深山在此，是因为我之前没来，我来了后，这里就没有深山。既然不知道蛟龙蛰伏在哪里，也不知道破败的村子在哪儿，那我只能打碎整座山了。你算哪门子龙？明明在吞噬100活人，我就能够化蛟了，你为何要拦我？不怕天道惩罚了？还真不怕，我靠加点变强，更不是此界之人，天道确实管不住我。如果按照修行者的境界来算的话，大蛇应该有个炼气境，化蛟的话就是筑基境了，在这凡间算是无敌。可惜遇见了更无敌的我。算是为尾河镇去除了一个隐患。气运作用，获得初级蛟龙气，这应该就是初级蛟龙气了。这蛟龙气像是一条心念蛟龙，我现在的实力差不多催山级别吧，按修士的境界来算，就是筑基上3层，大概在7到9层这个实力。这是30年前拜入仙门的阳刚。
阳刚已寻得仙道，如此出世，持剑采莲花渡江，要去何处？这条大江入海的尽头，似乎是小江湖。阳刚持剑要去小江湖。阳刚他修行30年，为何一出世就要来小江湖？原因尚且不清楚，咱们到时候说话悠着点就行了。他修了仙法，肯定不同往日了。那咱们小江湖的那位仙人需要去通知一下吗？他闭关太久了，可能正在关键地方。要是打扰了，说不定会打断其修行。好，去把你们的画室人喊来。仙人大驾光临我们小江湖，有失远迎，过错在我们，这就为仙人接风洗尘，随我们来。哼，小江湖，这里可不是小江湖，是尾溪镇。杨前辈，你说的都是几年前的往事了，如今叫小江湖。哼，35年前我进入仙门修行，同年我弟弟进入刑务，本以为我们兄弟2人都有出路，可没想到就在我出山前夕，同门用勘算之术算到了我弟弟死在了尾溪镇，也正好35年前。既然你们把尾溪镇改名成了小江湖，那就麻烦把杀我弟弟的凶手到吧，且只要是和凶手有关系的人，我都要杀。前辈，这都是35年前的往事了。我们入驻小江湖，尾溪镇也不过10年的时间，如何能找到35年前的凶手？勘算显示此人还在尾溪镇，还活着，且35年间从未离开过尾溪镇，我自有分辨的办法。若是35年都没离开的话，肯定是这尾溪镇土生土长的人物。我这就让手下去查，马上给您答复。3个时辰，我只等你们3个时辰。要是没有消息的话，我就先杀你们其中1人。一定，一定。哼，聒噪。掌门，自从我们改成小江湖后，原先尾溪镇居民就全搬走了，如今没有一个原先尾溪镇的居民了。哼，看来今天你们注定是要死一位了。前辈别急，虽然是搬走了，他们搬到了哪里去？只要给我们时间，肯定能给您查出来的。只需要多给我们一些时日，一定给您找到有用的消息。我现在最奢侈的就是时间。3个时辰后，要是还没有有用的消息，我就再杀你们之中的1人。是，我们这就命人去找。前辈若是可以勘算的话，能不能再算一些其他消息，我们好去寻找？仙人勘算的手段存在诸多限制，不是想知道什么就能算出什么。你们凡夫俗子不懂，也不要妄言。是。如今的江湖是什么格局？当家的是谁？有哪些高手？当家的还是武林盟主岳千秋，高手的变化就大了。如今的10大高手，为首的是老庙山的左飞扬，内力浑厚似山，曾经一人渡海登天300米，隐有仙人姿态。不过渡海登天而已。和前辈您这位真正的仙人比起来，左飞扬自然是有诸多不足的。继续。第2是朝堂中的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巡捕司之主9000岁。大宋王朝都快撑不住了，皇帝不知道来了多少次求师尊出世，这9000岁也不过是凡人之巅罢了。前辈所言甚是。第3位是养龙寺的高僧归寂，不过归寂高僧已经有5年不曾出世，有传言是在必死关，也不知道现在具体如何。养龙寺还行，有些门道，算是200年前留下来的底蕴。不过如今的江湖不仅不见长，反倒是越来越回去了。其实除了10大高手外，还有因为太强不进入排名的2仙人。哦，是什么人物？敢以仙人之名著称？这第1位您肯定是知道的，就是您的师尊大宋王朝的第1位仙人。这个我自然是知道的。师尊他老人家确实不能和凡夫俗子排在一起。不过究竟是什么人物，竟敢和我师尊排在一起，叫做2仙人？我进入仙门的时候，可不知道世间有这种人物呀。莫不是突然蹦出来一个阿猫阿狗，弄些戏法，让你们信以为真了？您有所不知，这位仙人是您入仙门35年里新出的存在，据说其力可以摧山，一颗水珠即可杀人。之前还是这尾溪镇的镇长，不过10年前辞官了。若是能够摧山的话，那确实算仙人手段。只是你们见过吗？这是10年前的事情了，我们也只是听过传闻。不过许多人都在说，应该错不了。如果说35年来一直都在尾溪镇，且从未离开过尾溪镇的人物，他应该也算一个。不过这位是仙人，恐怕什么？恐怕会引得他不悦。且这位仙人现在正在闭关，闭关难道就不许我去看看吗？他是仙人，我也是仙人，且我是真仙人，他就未必了。真假2字还是假字大些。且就算他真能摧山又如何？我未尝不可。您自然是实打实的仙人，不过那位存在应该也错不了。且许多年没有出关，我怕正在闭关的关键时候不宜打扰。那你们说的我该怎么办呢？不如前辈您先回去，等这位仙人出关了，我立马让人来通知你。到时候您2位当面述说就好了。你们是觉得我的脾气很好吗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如今最奢侈的就是时间。不敢。
只是我怕这样贸然打扰了另外一位仙人，会让他对您的印象不好。印象？你们不如考虑考虑接下来该怎么活下去。您别急，我们这就带您去找那位仙人商议。找，把他叫来，我在这里等3个小时。3个小时后没到的话，和你们有关系的都得死。如今掌门危在旦夕，我愿去做如此重任。若惹得仙人不愿，身死当场，还望诸位照顾好我家人。好，我们3大门派定忘不掉你的贡献。对，从此之后，你家人就是我家人，谁敢动，我定杀之。仙人在吗？小人有事求见。谁啊？晚辈无意冒犯，只是有事求见您。晚辈如此事有重事，求仙人原谅。你有什么事？有仙门的仙人渡江而下要见您，正等在渡口处。要是您不去的话，他就要杀了我们3个门派的掌门。这么暴躁呀？你们这是干嘛？请您出事救我们的掌门。哦，这是哪儿？从我闭关到现在过了几年呢？这是尾西镇，从您闭关到现在已经过去10年了。来找我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那位仙人叫做杨刚。杨刚。他来干嘛？据说是来给他弟弟报仇。35年前，他弟弟在尾修镇被人杀害了。啊，对了，他是不是有个弟弟叫做杨斐？不是杨斐，是叫做杨丽。对对，他就是有个弟弟叫做杨丽，我杀的。那就没错了，杨刚就是来找您的。他有多厉害？应该已经踏入仙道了，是踩着莲花渡江而来的，手上还有一把剑，一剑就展开了整个渡口。也没多厉害，有客自远方来，先砰砰2拳，不死再区别别院。行，都起来吧，别跪着了，我又不是皇帝。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出手救救我们掌门？走吧。怎么的？摆出这种架势来是想和我搏命？那我只好把你们的头颅通通挂在屋檐上，到时候满街的人头也算是一个壮阔景观了。你就是杨亥吧？你找死！这句话你可以送给自己。你敢以仙人之名著称，我倒要试试你有没有仙人之力。你来的时间不对呀，只要杀了你，就是对的。你应该在35年前我杀你弟弟的那个夜里就来，越往后拖，你就越不该来。你杀了那个丢脸的废物也好，当下我再把你们全杀了。你的杀意有点重。不重何以成仙？连最基础的力道都不足，还想学人出剑？接我弹只需退50步，接我一拳的话，岂不是要去到娘胎里了？就怕你没有这种时光倒条的本事。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说的是你下辈子的娘胎。你这么想要找死，我就成全了你。等下我要一件一件的割开你的皮肉，再砍开你的骨头，挖出内脏，魂点天灯。可惜我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不能给你这么好的待遇了。出于回馈的话，我就直接打死你吧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？如此，你也配叫仙人？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仙人。
气运作用，初级蛟龙气进化为中级蛟龙气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您请，需要什么尽管和我们说，我们一定尽全力为您做到。好好。对于这个杨伟的仙门，你们了解多少？杨伟是80里外的仙门弟子，在35年前拜入仙门，成了那位仙人的关门弟子。他35年前就已经成名，不过还是恶名居多，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没想到还能加入仙门。至于他的仙门，据说在300年前创立，其宗主也是您之前的大宋唯一一位常驻仙人，甚至还得到了天界仙人的肯定。100年前还有这位仙人出世，横推养龙寺的事迹，只不过这100年就没了，据说是必死关去了。希望他是真死了。啊？您真爱开玩笑。我确实挺幽默的，但是刚才那句话没开玩笑。你有什么吩咐？尾西镇原来的人呢？怎么全是江湖人士？原先的尾西镇居民都高价卖了房屋，搬去了最近的城里。如今的尾西镇大多都是江湖人士了。哦，求仙人出世，救我大宋于水火之中。我记得上次也是你来的吧？都过去10年了，这仗还没打完吗？蛮夷武力强横，不过当初陛下已找到了应对方法，形势尚且稳住。可5年之后，陛下驾崩，太子继位，年幼不懂战事，被蛮夷横推了100里，靠着熟读兵书的长公主出战，才堪堪稳住情况。你们大宋是没有自己的将领了吗？怎么还要长公主出战？先皇之前削弱了武将势力，培养文臣。哦，那你们这是自作自受呀，关我什么事情？真是个废物！我真是个废物！不是我不想出手，只是单纯的懒。或许是练了大龟息术的原因，我现在喜静不喜动。不行不行，这么下去真要成王八了，得动起来才行。好，运动结束。长公主，属下无能，没有请来仙人。没事，这不怪你。仙人不肯来，谁也强求不了。新征召的江湖侠客们呢？有消息吗？江湖侠客倒是有些原因前来，不过人数比起往年要少30%。会来的江湖侠客早就来了，不会来的一辈子也请不来。不过这次天下第一的左飞扬和第3的老僧都愿意来，另外还有一些成名已久的高手。好。真的够吗？要是守不住怎么办？请长公主放心，我誓死守卫城门。说了多少次了？父皇逝去，如今弟弟继位，我来镇守边关，你还叫我长公主像什么话？叫将军就行。是将军。我代表大宋请您出世，挽救大宋危局。我愿给予您国师身份，且满足您的一切要求。我这里必须要给你说明一点，虽然我是一个好人，但你们并没有什么吸引我的奖励，对吧？可您身处在我大宋江山这么多年，总归是有些感情的吧？且蛮阳顽劣不堪，进入大宋之后定会屠杀百姓。您出世不单是为救大宋，更是为百姓。你说的对，可我并不吃感情牌，你的道德对我没用。不好意思，打扰到您了。知道就好。气运作用与皇室接触，获得蛟龙气。这也行？你先回去，我3日后就来。先生愿意出手，真是太好了。大宋无以为报，这就通知弟弟任命先生为国师。照这样下去，应该达到100时，蛟龙气会进入下一次升级。之前当巡捕和镇长的时候，怎么没弹出这个提示？难道是之前的身份太小了？这就代表着往后我的身份越高，能拥有的增益也就越强。将军，蛮夷又有攻势，10万铁骑朝着城池冲杀而来。让将士们准备好弓弩，驻守城头，不要出城，就这么射杀蛮夷。末将遵命。顺便叫城里的江湖高手们注意一下，防守城内，不要被蛮夷的高手钻进空堂。仙人还没来吗？后方守城的将士们没有听到消息，估计这仙人应该是还没到。希望如此吧。蛮夷之间出了个无敌的武夫，上次就单人破甲3300，几乎已经达到了1人左右战局的地步了。这蛮夷是神勇，但我们也有江湖高手，在战场上应该可以阻挡他。我去问过左飞扬，
他说自己与老僧加在一起，尚且差着蛮夷五夫一筹，很难取胜。若是厮杀到底的话，很可能是这蛮夷要了他们的命。这蛮夷五夫当真如此无敌？6年前，这蛮夷五夫横空出世时便破甲3300，杀出威名。之后有他的战场更是无往不利。若非是左飞扬一众江湖高手阻挡，城池早被他打破。我怀疑蛮夷和海外炼器士勾结在了一起。炼器士不是100年前就毙倒了，宣布不问世事了吗？他说你就信？蛮夷有诸多手段，都像是炼器士在其中操控。尤其是6年前的破城之战，天气异常炽热，城中粮草之内火势连绵数百米，未战先乱，给了蛮夷可乘之机。那日大火确实太过奇怪。我担心这蛮夷五夫和海外炼器士联合起来，本就力量蛮悍，要是再加上海外炼器士的诸多神通，恐怕到时候并不畏惧仙人。可这仙人是有弹指断江摧山的神通，若真要出手，蛮夷五夫怎么可能打得过？希望如此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大人，蛮夷及铁骑盘旋在1000米之外，并未着急攻城，我方弓弩射击不到，只能继续守城。放箭！飞扬小友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你又有突破。武道本来就该向上走，你们2个废物止步不前，自然要被淘汰。炼器士，守了6年，难道今日就是终结了吗？您稍后退走吧，我们后面还有防线，这里交给我们便是了。退到哪儿去？6年前我们就已经退了100里了，如今要是再退，就只能退回国都了。我无颜面对大宋子民，就让我和城池一起存亡吧。滚回去吧！听不懂大宋语言吗？你们弟，快快的滚蛋！你找死！原来听得懂呀。我比较懒，不太喜欢动手。你自己考虑滚蛋，我可以不杀你们。你是大宋的高手？我不是大宋高手，我叫陈夏，你也可以称呼我为大宋国师。仙人，是仙人来了！快去告诉大将军，仙人来了！我草原铁骑3000即可无往不利，3万可路上无敌，而我后边有30万铁骑，足以横推整个大宋。你一个江湖高手，挡在我草原30万铁骑之前，30万铁骑冲杀下，你不过蝼蚁，顷刻就要被碾压磨平，成为铁骑刀下亡魂。30万。埋葬是个地方。这就是仙人一脚的威能吗？30万铁骑不行，300万尚且够杀。将军，我们赢了！蛮夷大军退后了，国师太厉害了！这就是仙人伟力吗？从绝望到充满希望的转变，全都是因为一个人，这或许就是人间力之极致了吧。偷袭算什么本事？见过国师。你们先回城里休息吧，接下来交给我。是。你很会打吗？对。有我能打吗？卑鄙的宋人，有本事等我再修行30年，到时候定要取下你的头颅。现在你就打不过我，还有30年后。一个好身子，配个狗脑。你们不过是占了早出生的便宜，在天地气运最充盈时修炼，得了机缘而已。论天赋，我当碾压你们。只要给我30年，到达另一个机缘盛世，走上巅峰，我定当斩杀你。考你个数学题吧，30年后你多少岁？我如今才30，30年后不过60岁数，以修行中人来讲还正值壮年，武力最高。你呀，说你是个狗脑子还真没说错。30年后你肯定是30岁啊。你怕了？你怕30年后会输给我？
对，我怕你个算数都算不明白的狗脑子，你满意了吗？你个软蛋，连30年时间都不敢给，还敢叫什么仙人？叫怂蛋算了！你要是再狗叫，我就把你的尸体做成标本。哼，阴险小人，软蛋怂鬼！还能说话吗？本来还想给你一个平稳死法的，没想到你这么能叫。给你30年，你能斩我？可别开玩笑了。你是觉得我不会变强吗？不管是现在还是30年后，你都是我随手锤杀的手下败将而已。而且我凭什么给你30年？你要是态度好点，跪下来求我，好好说2句切磋交流的话语，说不定我心情好，还真给你30年时间，连要杀我的话都说出来。你是真的嫌弃自己命长啊？我人是很好，可并不是老好人。请上宗降临，请上宗降临。凡人的躯体就是孱弱，只能施展这么一点力量。孝宗宗主，见过上宗仙人。就是你把我请来的？我请仙人过来，是为了铲除此人，为上宗日后降临此界早做打算。此界是扶摇仙宗管辖，且过于贫瘠，连一个金丹都没有，怎么用得着请我下来？你们这些可知道我刚才好不容易和圣女搭上话，结果就是因为你这个废物，不得不降临此界。小人不知情，叨扰了上仙，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。你确实该死，你也该死。若不是你这蝼蚁闹出动静，我也不会被迫降临此界了。那你大可以现在就回去啊，又没人拦着你。破坏了我和圣女搭话的大好机会，现在又想让我就这么回去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我要将你们这些蝼蚁的灵魂都收割，化作我修行的本源，如此才能稍微弥补我下界的损失。只是一个筑基的蝼蚁而已，凭什么敢挡在我面前？哼哼，即使我因为降临的原因实力大减，也不是你这个蝼蚁能够直视的。去死吧！逗小孩的把戏就不要再拿出来玩了，没意思。你是一颗比较大的蝼蚁，比其他人略微大些，不过终究逃离不了是蝼蚁这个事实，也躲不开被我碾碎的结果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只要是在这个天下的存在，全都是蝼蚁，也包括降临的你，而我就是最大的那一只。你他妈给我下去！不全，我是认真的；挖洞，我是专业的。如果说这天下的所有人都是蚂蚁，那我就是最大的那一只。不管是谁来了这个天下，都得听我的话。当然，你要是能直接把这个天下撕开，我也可以收回刚才这句话。你确实是最大的蚂蚁，但仍然只是蚂蚁而已。这就够了，只要永远都当最大的那只，那我就是无敌的。不可能！你虽然天赋可观，有些实力，但等你走出这个天下，来到诸天万界，才会明白真正的天骄有多恐怖。那些远古种、遗忘种、圣体、神体，根本不是你能抵抗的。这方小天地也根本不能庇护你。真正的大地人物是能够手撕天地的。你是大帝吗？大地人物是我等想都不敢想的存在，其寿元等于一个纪元之久，其力能掌控群星阴阳。那你认识大帝吗？大帝岂是我可以接触的存在？甚至就连呼唤大帝的名号都不敢。那没事了，我可以放心杀你了。你不需要杀我，也杀不死我，这只是我的一缕神魂而已。虽然你的身份低微，但我愿意与你通力合作，咱们共同收割此界生灵，获取本源。事后我可以把你带离此界，体会诸天万界的风采，修行大道。我看起来很像傻子吗？不，何出此言？那你为什么要用骗傻子的话术来骗我？没有，我没有骗你。你好，你这蝼蚁，要是敢灭我神魂，
此后只要你离开这番小天地，我就要在诸天万界里追杀你万万年，直至碾灭你的灵魂，让你不入轮回。我好怕。气运作用。你斩杀上界岛海境仙人的一缕神魂，获得3抹无敌意。越境杀敌时，第一境杀人可获得1抹无敌意，加持自身超越同境。3000抹无敌意成无敌之人，可开大地之路，登临诸天。3000抹才能开启地路，现在才3抹，差得远。气运作用，你击败上界仙人，获得其功法玄魂道章第1册。天地玄魂修，万万年不死，3000大道皆为一章，习得玄魂器，方可修道章。大瓜报奖励，合理。滚吧！练气势就别走了。仙人饶了我们，我们以后定安安分分的隐居海外，再也不敢有异动。我也很想饶了你们呀，可你们的种种行为让我放心不下。仙人放心，我们绝不联系上界，且要上界的仙人降临，需要的是铁木屋一样强健的体魄。世间并没有这么多天赋异禀的存在，请仙人不要担心。你们知道的，我是一个好人，而且还比较懒，平时能不动手的话，一般是不会动手的。对，你是一个大好人。可我不是一个傻子，抱歉让你失望了。我不想担惊受怕，我会用最快速的手段杀死你们，让你们不至于太痛苦。所以，请你们赴死。市民作用，获得45点化蛟龙气。直接涨了45的数字，看来我是得到了大宋国民的崇拜。我真是个实力派啊！师大人，您可有什么不舒服？没什么，还有多久到皇都？按照这个车程，差不多还有3天10日，到时候皇帝陛下就能够见到您了。到了叫我，我休息了。好。终于要见到国师了，快些，莫要让国师等朕。长公主到。姐姐，国师大人还没有来吗？应该马上就到了。国师大人该上朝了。国师大人，要不我们把国师大人抬上去吧？国师大人到。国师大人在哪里？你们可是怠慢了国师大人！我们说了要来觐见陛下您，但国师大人还是不肯出来。混账东西，怎么能说来觐见我？该是我觐见国师大人才对。我宋威求见国师大人。国师大人若有何不满，可以和我仔细诉说，我一定尽全力改正。你是？我是国师大人忠诚的拥护者，大宋皇帝宋威。不错，很有礼貌。理应如此。国师与我大宋就是再生父母。这样说来，我就是你爹了。义父，没想到这个皇帝竟然如此能屈能伸。我随口开个玩笑，皇帝还真接上了。义父，请随我上座，咱们一起进行早朝。若是仙人直接去做最中间的皇位，该如何是好？那岂不是要皇帝站在一旁？这该如何是好？搬一张椅子来吧，不然我坐哪里？都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去给义父搬椅子！麻烦诸位了。为主子做事是我们的荣幸，哪怕赴汤蹈火，奴才也在所不辞。陛下万岁万万岁！国师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国师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不用祝我万岁，祝我无敌就好。祝国师大人无敌天下！义父，对于我的发言你怎么看？你按照往常一样来就好，不用管我，当我不存在。好。义父，按照规矩，退朝之时应该是当朝地位最高的人先走。义父，你往哪儿走？皇家的退场在大殿里边。没事，我溜达。跟上义父，务必要让义父开心。若是有丁点不悦，你们就自己去慎刑司领罚吧。诺。
这雕像怎么这么老？你们先走吧，不用管我，我性子慢。国师大人真是体恤，简直菩萨心肠，老臣感动不已，无以言谢，唯有对国师大人鞠躬尽瘁，死而后走。这个大宋王朝从上到下，是不是都有些太农田了？你们先走吧，我想自己待会儿。老奴9000岁，刚才在城墙目睹国师大人尊严，不慎冒犯，望国师大人宽恕。你就是那个天下10高手之一，在国师大师面前，哪有什么天下10高手，只有另外一位仙人罢了。关于仙门里闭关的那位仙人，你有了解吗？那是一位剑修，据说是上界转世的仙人，从大宋开国之初便存在，曾一剑开国门，悬剑出地头上，强行要了50里封地，创建仙门。只要了50里，那也不算多。我第一次接触这位仙人是在200年前，当时他已经当世无敌，一剑平了当时混乱的大宋江湖，孤身御剑入皇城。当时身为江湖绝顶高手的我，扛了2剑，跪倒在皇城之上，半死不活。事后调到提剑，坐上了龙椅，一脚踢翻了玉玺。后御剑离去时，留下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皇帝是天下第一人，他是天。”听说您杀了他的弟子，弹指就弄死了，很没意思。若是我没记错的话，他是一个很记仇和护短的存在。100年前也是其弟子在老龙寺吃了瘪，他硬生生削去了老龙寺的山巅，杀了当时的方丈。如今的老龙寺算是新建成的，不如以前风光。希望是你记错了。如今他在闭死关，已经100年没出世，但是按照闭关来讲的话，实力可能会越来越强。我怕他到时候若真出世了，恐怕就是当世真无敌了。没事，我也可以闭死关。可他现在正处于闭死关的脆弱状态，要是抓住机会的话，说不定可以送他进轮回。想当渔夫，你还不够资格。你们是虾米，他是小鱼，我是大鱼。不，我是尖星剑。你们呀，就是喜欢把别人当傻子。我又不是只练身子不练脑子，怎么可能随便被你2句话就叫去打那仙人？其实趁那仙人闭关的时候去偷袭，确实是一个极好的时机。正所谓趁你病要你命。我喜欢公平。再说他也没病呀，要是真病了的话，我就收回上面这句话。你这糖葫芦多少钱？10文钱。你这价格稍微贵了一些啊。水果都是当季的，糖汁也不贵，卖个8文钱合适。不过我说的是以前的老物价了，现在可能不适用，你随意就好。你以前卖过糖葫芦，有些懂行啊。没有，我以前是巡捕，没收过糖葫芦。这个你也要没收？主要是嘴馋，等着他收摊的时候，把糖葫芦柱子没收回去，吃1、2个，第2天再还给他。后面想吃了再没收。嘿，您这吃一个糖葫芦多大的事情，花得了几文钱，为啥不直接买呢？你不懂，因为白嫖真的很爽。也是，嘿嘿，您要糖葫芦不？我按照您说的价格给您，8文钱一个。不是白嫖的，吃起来没那个味道，而且我没钱。您呀，真是有趣，谢谢夸奖。来个雪梨的糖葫芦。好嘞。国师大人看了那姑娘好多眼，是否这姑娘是谁家的？有人知道吗？好像是7品文官家的女儿。小姐，那人好像在一直看你呢。什么呀？哎，就是那里的公子呀。好像真的盯着我在看呀。他不会对我有意思吧？怎么一直看呀？好歹也转一下头吧。长得好像很俊俏，不过没看清。要不要再转过去看一眼？不行不行，要坚持，不能再转过去了。他好能含呀！仙人伟力果然不同凡响。你是海外炼气士，来报仇的吧？隐匿气息的手段不错，我丝毫没察觉到。就2个人而已，也不算报仇，只是心有不甘，来和仙人算算账。那我只能再收2条人命了。这是京城国都，这里是闹市，方圆5000米住着1万人。你杀我们的时候，要不要考虑这1万人的命呢？没想到我是一个好人的事情都让你们知道了，
还真是不妙。我们海外炼气者修的多是战场上的神通术法，求的就是威力大、范围广。就算等下我杀不了1万人，杀个2、3千还是问题不大。只要我施法，死的最快的就是这个女子，你忍心吗？我施法只需要半息不到，你觉得有可能在半息不到的时间彻底杀死我吗？确实不能彻底杀死，因为就算是被洞穿了头颅，人体还是会有短暂生机，不会瞬间死亡。那我们就开始好好谈一谈条件吧。没办法了，只能帮这2、3千人报仇，以慰藉他们的在天之灵了。你是想让这2、3千人去死吗？能力有限，抱歉，但我一定会为他们报仇的。你身为大宋国师，怎么能有这么想法？你要杀人，我又阻止不了，那我只好杀你。不，你能阻止，你只要答应。不，我不答应。我的人生从来不为别人而妥协。可你是大宋国师啊，所以我要为了他们报仇。你要为了自己的任性选择害死2、3千的民众吗？不，不是我害死的，是你。而且我也有句话要送给你。你要为了自己的任性，害死全部的炼气使吗？你要杀这些民众的话，杀就是了，我阻挡不了。但我杀你，你也阻挡不了。事后我还会专门去一次海外，将你们炼气使杀个干净，没问题吧？你怕吗？怕。那你就离我近点，等下保你不死。去。你果然是在意的。我们还有一位炼气师，他马上就会施法。好。我本来挡不住你们的，可惜你的心乱了，手就慢了。巡捕司护驾不力，请国师责罚。真不需要你们护驾，也别跟着我了，自己回家休息吧。谢国师大人宽恕。国师大人，我能进来吗？可以。是你？见过国师大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黄清月。今天你买糖葫芦的时候，表演了一口吞下雪梨吧？那你能不能再表演一下？这次咱们不吞糖葫芦。不吞糖葫芦吞什么？这件事情应该没有男人可以拒绝。你能表演3口1头猪吗？天纵奇才。你来干嘛？是爹爹让我来的，说国师大人看上了我，让我来伺候国师大人。确实算看上了，毕竟能2口吞1头乳猪，证明我的眼光确实不错。我是有些贪吃，让国师大人见笑了。不过我来这里是为了伺候国师大人的。你准备怎么伺候我？您想怎样就怎样。好。你会下象棋吗？和爹爹学过，算是会吧。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你我对弈几局。请国师大人您先行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一个漂移，先将你一军。义父，我已经下令在大宋各个县城都修建你的雕像，每年都让民众叩拜。您选个日子，我这就让他们实行。拜我干嘛？我又不能许愿。您是大宋国师呀，更是孤身击退了蛮夷，护全了整个大宋，相当于是大宋守护神，民众们理应叩拜您。你爱挑你天就挑你天啊，我不管。气运作用，每年国师日全民叩拜，蛟龙气已满，升级为玲珑气。升级了，我果然是挂机就能够变强呀。陈哥，棋摆好了，咱们再来一把吧。御驾亲征，汗血宝马。陈哥，我们的风筝会不会飞不起来呀？你跑2步，它自然就飞起来了。陈哥，你以前放过风筝吗？放过1次，但是没成功。为什么呀？那天风很大，也没太阳，我想着适合放风筝，就去了山上。但是我忘了，打雷之前也是会刮大风的。那
那陈哥，你当时没事吧？风筝没了。陈哥，这风筝飞不起来。没风。陈哥，风这么大，等下会不会打雷啊？不会。陈哥，我们下次一起放风筝好不好？好。陈哥，起床啦！陈哥，起床啦！陈哥。陈哥，别躲了，我看到你了。陈哥，陈哥。我个人认为离别是不需要写信的，因为也不是什么好消息。但出于礼貌，就提一下吧。相逢即是缘，去门外看看吧。喂，船夫，过河多少钱一位？30文一位，你们几位往里边请。30文也太贵了些。如今过河参加天下第一武大会都是这个价格，我这还是低的。陈家兄弟，你还不出船呀？马上就到正午喽，生意最好的时间来了。我不做生意，就是单纯的想划船罢了。你呀，都来2年了，还不努力些赚钱，好讨个媳妇儿？哎，那就等媳妇儿来找我就好了。你呀，长得是俊俏，也文雅。讨小姑娘们的芳心是绝对足够了，可要结婚成家呀，不止小姑娘一个人同意就行了，还需要父母之言。你没些彩礼钱，如何能讨到这父母之言？那就找没有父母的小姑娘。这没有父母的小姑娘可难找了。再说没有父母的姑娘吃惯了苦头，可就更势利了，眼光更高。那就找富婆。你确实挺适合。我现在越来越不想动了。可能是大归西法快要大成的原因，也可能只是单纯的因为我懒，谁晓得呢？帅得很依旧。国师寇拜给的玲珑器已经越来越少了，8年才加到150，估计得要个200-300年才能加满。好在我等得起。船夫在吗？开不开船呀？我出50文钱。有人没？印个画呀？不行，我出1两银子，价格好说，小爷不差钱。要过河自己划。钱随便给，我也不差钱。你们谁要一起划的？这划船可是个新鲜事儿，算我一个。此次武道大会，你们觉得谁会是第一？原先的天下第一左飞扬肯定有很大的可能蝉联，毕竟他年纪也不大，还是当打之年。朝堂9000岁，活了近200年，不还是如此生猛？依我看，左飞扬近些年都在和皇家接触，事务繁忙，没时间练习，更没有突破，很可能已经被其他高手超越了。那仙人呢？你们说仙人会不会来？仙人不算江湖之人，应该没理由来此。再说仙人自从离开皇城后，已经过去5年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听说已经闭了死关。听说我只是听说，好像去了海外，要寻找登入仙界的途径。我听说仙人已经飞升入了仙界，所以才没了消息。我倒是听说仙人飞升不利，受了重伤。5年前皇城的大北雨夜就是仙人的飞升之时，之后赵挺就代表仙人飞升失败了。我这里也有个消息，当然是别人告诉我的，我绝对没有如此心思。打住，打住！听说仙人在皇城的大北雨夜飞升失败，仙陨了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说。现在我都已经陨落了，要是再过几年，估计就得快进到投胎转世世去了。以后的国师日也别叩拜了，直接插3炷香，改成祭拜算了。你们听说过小仙人吗？小仙人？怎么如今还出了个我的青春版？小仙人就是最近2年声名鹊起的那位，听说修的是神通术法，刚出世就击败了几位江湖老牌高手，更是孤身去了老龙寺问道，后边还安然下山了。这小仙人来历如何？你们可有知晓？我只听说他是来自一个隐士宗门，如今出世就是为了振兴宗门。我这里倒是有2个说法，一是说这小仙人来自仙门之中，是那位老仙人即将出世的代言人；二是说这小仙人来自海外，修行种种神通术法，是海外炼器士集大成者，如今才敢来大宋江湖出风采。你们说这会不会是大宋皇室的阴谋？何出此言？国师离开不过是皇室的一面之词，谁知道国师究竟走没走？且江湖之前的3大高手左飞扬、9千老僧都和大宋皇室交好，而大宋皇室之前又和整个江湖不太对付，甚至说出了侠义武乱禁的言论。这次大宋皇室罕见的参与武道大会的举办，且还要把武道出彩的人物招纳入皇庭之中，大有把朝堂和江湖融合在一起的心思。照这样说，大宋皇室是想让整个江湖给他当狗？应该如此。且按照大宋皇室的武力，就算是加上左飞扬与9千岁，也不能稳定拿下整个江湖。
所以我觉得国师大人可能躲在背后，在最关键时出手，镇压整个江湖。算了，这件事情不该我们去想，我们只是来看个热闹。也是。名单上的江湖人士都来齐了吗？来了9成，还有1成生性多疑警惕，或许是怕些什么，现在还没来。1成而已，无伤大雅。等整个江湖被我掌控在手中，这剩下的1成江湖侠客自然该懂得如何选择。哼，如果他们还不知道的话，就只能用大宋的铁骑教他们如何抉择了。何须大宋铁骑这么大的排场？老奴亲自上门一次就够了。区区小事，哪里用得着九伯出马？能为陛下您做事，是老奴的荣幸。那就请九伯在此次武道大会里多出些力气了。这是自然。左飞翔如何说？他同意了吗？左飞扬这里不好劝说，即使我已经将舆论放了出去，打着朝堂与江湖和平相处的心思，估计会是您的最大对手。我让姐姐专门去找他谈过，没想到还是谈不拢。姐姐也没办法，只叫我事后饶着左飞扬一命。您可有信心胜过左飞扬？20年前，左飞扬为江湖第1，我为第2，我们之间确实有一战。我当时输他半招，不过若是舍命厮杀的话，我有信心和他换命，而不是差这半招。如今20年过，我又有感悟，隐隐约约成天人之相。我已有近200年寿命，任何江湖人都比不了我。最近新出的小仙人，您打听过消息吗？我让蝶子去探过，但蝶子没回来。根据其他人的猜测，很有可能是海外炼气者。没想到国师才消失5年，海外炼气社就敢如此光明正大的现身。国师的消息这些年也没打探到，估计海外炼气师也没打探到，所以才敢出现在大宋境内。这些海外炼气师仗周行仙法，一直不服国师，如今又要出来挑衅一下，很是正常。先不去管这些海外炼气师，等镇压了整个大宋江湖，再慢慢管他们。要是国师还在就好了，以他的名头镇压整个大宋江湖，估计不费吹灰之力。快看，是长风大侠！据说10年前就宣布避世不出了，没想到今日竟然能看到。高台上的是谁？须发洁白，黑蟒袍，莫非是皇家绝顶高手9000岁？武道大会正式开始，第1场，西洋长风对战鞍山老怪。这鞍山老怪恐怖如斯，内力雄厚，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击败长风大侠，看来他很有可能进入天下前10啊！嘿，哥们儿，我看你都困了，不然你把板凳让给我，你去后边睡觉如何？没事儿，我在这里睡得快，催眠效果好。我出1两银子，不要你的位置，只要板凳。没了板凳，瞌睡少一半。你是来睡觉的还是来看比武的？哼，凑热闹罢了。真是无语。天下第1与天下第2厮杀，谁赢？左飞扬8年前边关一战被蛮夷断了手，如今不知道恢复如何。若是影响太大的话，应该不敌9000岁。20年前他们之间的胜负就只差半招。20年后左飞扬受损，9000岁厚积薄发，胜算很大。8年前，那蛮夷武夫果然给你留下了不可治愈的伤势。你进我退，便是再也追不上了。天下第1 20年，但求一败。好。不知9000岁可曾听说过鹬蚌相争、渔翁得利的故事？我家里人说过，天下之中9000岁是最接近仙人的存在，所以我便来找你了。顺带一提，我这眉心红点是吸了10几位江湖顶尖高手的血肉内力，他们也因此原因来不了这武道大会了，以大宋江湖为套板，送我入仙人之境。是谁？我没说过吗？海外炼气者，我见一个杀一个。你找死！我们本是一路人，你不应该拦我的。你从哪里得出来的这个结论？我们都是仙人，走的都是仙路，高这些江湖五子一统，所以我们是一路人。哈哈哈哈！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把狮子和蚂蚁比成一路人？可我们修的都是神通仙法呀！不，你这不叫仙法，叫做戏法。这才是仙法。炼气师若是一直在海外也还好，
毕竟鸟不拉屎地方我也懒得去。可你竟然敢踏入大宋境内，也不把我几年前说的话放在心上。既然你自己都不关心你自己的命了，我就只好取走。我此次前来大宋，就是为了寻找国师大人，代表诸多海外炼器士向国师大人赔罪，还带来了礼物。这是我们海外炼器士的秘宝，献给国师大人。如果是想道歉的话，下辈子可以直接开始。不过估计你下辈子也长不了记性。我已经如此低声下气，你还要撕破脸片，那就别怪我舍命一搏了。就算杀不了你，也要坏你根基，毁你大道。我听过很多笑话，但能让我笑得这么自然的，你是第一位。就算我是笑话，你以为自己好得到哪里去？整个天下怕是没有一个人真心对你。你看看周围这些江湖武夫、朝堂皇室，哪个不希望你死，不希望你陨落？奸诈小人，岂敢离间我与义父的关系？这些人，大宋皇室也只是想利用你，可有谁真的关心你？你说的对，可我还是要杀你。杀我！就算你能杀我，我也要狠狠地朝你咬上一口，让你负伤。100年后老仙人出世，定要斩杀你这与他争夺气运的存在。不错，但我仍然要杀你。你自以为站在最高处，却不知道已是悬崖边缘，稍有不慎便要坠落。确实，这依然改变不了我要杀你。你说你要狠狠地咬我一口，让我负伤。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些弄不清狮子和蚂蚁的区别呀？虽然你们一直叫我仙人，但其实我的仙法真不厉害。你若饶我一命，我可以将玲珑塔给你，之后更是能让海外炼器人全部辅佐于你，获得大运，斩杀大宋境内老仙人。不需要你们，我一个人就能杀他。诸位近来可好？托义父的福气，大宋近年来欣欣向荣，安稳平静。你们继续打，不用管我，我就是看个热闹。简单搭了个擂台，可能简陋了些，你们不要在意。那个炼器士我没弄死，你带回去，问些有用的消息出来。是。我确实不应该出现在江湖，修仙的和练武的怎么搭得上调呢？所以往后，希望咱们江湖不见，山水不逢。奴才见过月姬，自己忙自己的吧，不用管我。陛下，该添茶了。黄清月今天在皇城里。回陛下，月姬娘娘一早便来了，说想看看雪，这会儿应当在东边的廊下。你说朕为什么封她做月姬？陛下圣意，奴才不敢妄传。因为臣下她是臣下的侍女，哪怕只当了1年，她也是这天底下跟臣下相处过最久的人。朕给她1品以上的待遇，见了她客客气气，你以为朕愿意？朕不过是，朕怕。哼，臣下15年没露面了，可朕每次想起她后背还发凉。你再看黄清月，她今年该多大了？30、40、50，可她那脸跟10几年前一模一样，分毫未变。陛下的意思是？仙，她得了臣下的传承，也就是说，她很可能成为继老仙人和臣下之后大宋的第3位仙人。第3位仙人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奴才愚钝，意味着朕不但要供着她，还得把她当第2个臣下来供。朕也想过夺了黄清月的传承，想成仙，可就想了那么一瞬。朕不怕黄清月，朕怕的是她身后那个人。哪怕已经15年没出现了，哪怕他这辈子都不回来了，朕还是怕。他走的那天也下着这么大的雪，要是招手的意思不是告别，该多好；要是招手是在叫我一起离开，该多好。你在大雪后离开，那能不能在花开前回来？天又黑了，现在经常这样，看着植物生长就会沉浸其中，醒来后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。这些年来，我把点数全部加在了气运上，以至于我的气运直接达到了40，比力量还高，甚至解锁了一个幸运儿的成就。
简单来说，对我影响越小的事情，我就越幸运；而影响大的事情上，会获得幸运加持，相当于暴击吧。开始修行玄魂道章。这个法门前期需要凝练玄魂气，只有藏在体内书写道章，每个道章代表着一个术法，分为五行、阴阳两种。五行没什么好说的，司空见惯了。但是阴阳就有意思了，其中阴为虚，阳为实。阴虚道章之中有一个我感兴趣的，叫做幽冥绝境。效果是将一位低于大层的修士拉入其中，展开强行单挑。施法之后，只有其中一方死亡才会解除。我简称其为开房。而这个看似公平的术法，有个极不公平的设定：小主可以获得对方30%的实力加持。突出的就是一个，我不仅要开房，我还要偷人。今年过后就不再加点气运了，继续加持力量。至于法力这一选项就不用着急，等以后力量够了再加法力就行了。有担当的男人就得是力量强大才对。气运作用，你感悟了时间，获得初级时间领悟。想什么呢？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？因为我说了会再见的。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久。可你也还年轻，对吧？我都是老奶奶了。在我眼里，你还是当初那个小姑娘。这次什么时候走啊？这次回来没打算走，就准备在皇城里修炼了。真的不走了吗？已经走烦了，也没什么好去的地方，不如就待在皇城里静心修行。好好好。你好像还真没什么变化。哪有？要是按照正常人的寿命来算的话，人家都是老婆婆了。按照修士的寿命来算，你还只是个小姑娘。希望是这样。本来就是这样。我留给你的玄魂道章练到什么程度了？就只凝练了50抹玄魂气，还没书写道章。我仗着有修为，也才只凝练了30抹玄魂气。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没事，至少你是一个好人。你也是。谢谢，我确实是一个好人。月姬大人怎会亲自陪着？那男人是谁？看什么呢？一个个鬼鬼祟祟的。太子殿下，月姬大人正在招待客人，我们好奇看一下。客人，一个年轻人，瞧着比我还年轻。月姬连父皇都只能恭敬对待，那男人是什么存在？难道是国师？国师大人？国师是朕的义父，日后你若能遇见，要不计一切去讨好国师大人。你们回去吧，不要留在这里。小子宋南见过国师大人。猜出来，我见月姬大人如此高兴，便由此猜测，当下斗胆过来参见国师大人。万一你猜错了呢？若是刚才是猜测，现在小子就是肯定了。那你确实猜对了。小子经常听父皇提起国师大人，如今见得真人，惊喜激动下斗胆上来打扰。你确实和宋伟长得比较像。谢国师大人夸奖。所以你就是专门来看看我？父皇想念国师大人多年，如今国师大人回来，父皇想必会欣喜异常。我本想现在就去告诉父皇，但怕您不悦，特意前来询问。你想去说就去吧。按关系来算，他应该是我的男人吧？等下又有打招呼的要来了。义父，好久不见，50年没见了，义父。你真的想我出现吗？年轻时不想，年老时就想了。我倒是没怎么想你，我此次回来是为了静修与闭关，可能要住上许久，你不介意吧？自然不在乎，你想住多久都行，只要我大宋存在，您就随意住。好。好累啊！
可能是要结成金丹的原因吧。想什么了？想你。我不就站在这里吗？哪里用得着想？睹人思人，很正常的。真的很正常吗？真的。要不来一把精彩刺激的象棋大战？什么规则？能说服自己就成。希望我的金丹不会是一只绿色的王八。结成金丹客，方为天上人。什么意思？7色的金丹，我这是结了个彩灯。这7个颜色里边唯独没有金色，没有金色的金丹，这合理吗？确实有点像灯球，气氛感是拉满了，还好身体是不透光的，能力上能感受出明显的加强。只有成就金丹了，才算是真正踏入了大道修行，才能开始施展各种神通术法，开始自己自创神通。而最重要的就是自创神通这一点，若是能够自创神通术法的话，我还是很有想法的。拿先前感悟初级的时间岁月来说，我得创造一个时间停止的神通。凝练金丹的时候，脑海里怎么没有提示气运作用？难道是不够幸运，没有触发吗？我的7彩金丹会不会就是因为气运加持才出现的？毕竟我出门捡钱、钓鱼满载，这些时候气运都不会提示。想啥呢？你出来了。在等我吗？你说你要结金丹，这可是大事儿，我天天守在外边给你看着，不然要是有人偷偷摸摸潜入进去，打扰你结丹怎么办？其实不是多大个事情。再说皇城之中也没人敢来打扰我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那还真是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给你留的。什么时候给我留的？这么久了都没化。我每天都带2根糖葫芦，你出来了就给你也吃1根。要是到第2天都没出来，我就先吃了。牛！你也擦一擦吧。你有口臭不？我才没有呢，我嘴巴可香了，流的口水都是香的。不信你闻闻啊！香吧？确实。等一下，我的口水也是香的。这个我怎么闻？那个香味也不一定要用闻吧，也可以尝呀。这确实是一个好思路。那你要尝尝吗？真的吗？香吗？回味无穷。那就好。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？等了几十年了。那就好。我想练剑。为什么要练剑？因为我看那些个江湖大侠好像都是练剑的，好像还有说剑是兵器之王，杀力最强。陈哥，你喜欢鹅黄色的裙子吗？你喜欢吗？不清楚。我觉得你穿鹅黄色的裙子挺合适的。那我就是喜欢鹅黄色了。义父，我大限将至了，接下来太子继位，希望您可以庇护大宋。天灾我能挡，可有人祸，我就不想去管了。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些事情，自然不用您去管，只能说我大宋该亡。我要闭关了。我为你守关，等你出来。
吾以130年修金丹，今日丹成，举世无双，天下无敌。宗主让我来对你说，往后的大宋若想存在，得让全剧的国民供奉他的神像才行。可如今的大宋境内早就供奉着国师大人的雕像了。哼，这我就不敢了。你要是还想大宋存在的话，就乖乖的照办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也不介意换一条更听话的狗。哼，什么国师大人？你要是想要依仗他的话，我劝你还是早点收了这个可笑想法。如今的宗主已经突破至金丹境界，举世无敌，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后还没决定好的话，就不是我在这里和你对话，而是宗主大人在皇城和你说话。实在不行，就只能把供奉的对象换成老仙人了。等国师出关后再说。当朝的皇帝是谁？出来见我。你这次还敢出来，是准备找死吗？做了皇家的奴才，自然要尽职尽责才行。算了，你别说话了，我听见你这声音就恶心。哼，你这种人竟然还好意思说自己修的仙道，可没有自称奴才的仙道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哼，你这么奇怪，能挡住我一剑吗？试试吧。哼，你也配。大宋皇帝，给你最后3息时间。宋南见过老仙人。你也配站着和我说话？跪下！你们这些大宋皇帝都很没有礼貌啊！见了我竟然都不爱下跪，不会真以为这天下是你们的吧？老仙人教训的是，我3天前让长老给你说的事，你想好了吗？如老仙人心愿。你要是办好了，就让你管理这个天下，不然就换个人吧。毕竟我是要找听话的狗。听说这100年来，天下又出了一位仙人，还是你大宋的国师，现在供奉的就是他的雕像。是的，让他出来见我吧。80年前杀我关门弟子，就一命抵一命吧。国师大人正在闭关，我恐怕是叫不出来。哼，小小修士还用闭关？就是这里吧。住手！你也是剑修？哼哼，我要是不住手又如何？哼哼。就你这种蝼蚁也好意思在我面前拿剑，我一指就能斩杀了你。老仙人且慢，这小姑娘有些修行的天赋，可以唤起神魂，以后夺舍也好。你给我说过的吸收愿力香火修行的门路，当真可行？这是我海外炼气者的不传之秘，肯定能行。到时候若没有作用，老仙人大可拿我项上人头，我绝无怨言。多谢老仙人大救！你们这些海外炼气使，除了会些奇怪术法外，就真的没什么用处了。竟然敢对我用出这种狠辣手段！等回去了，我定要抽了你的神魂！等下我就将这闭关的人拉出来，一件一件将他切碎。或许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等会儿心情好，也就只将他弄个半死，让你们多说一会儿话。玄魂器在震动，陈哥要出关了。我要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不然我立马就要杀了此人。大宋的酷吏有的是手段，你就等着享福吧。我还没有去找你，你竟然敢先找到我头上来了。天下气运只有这么多，可容不了2个仙人飞升。只有杀了你，我才能追寻大道。老东西，找死来了！取你项上人头，助我无上身道。你只能取自己的人头。我修道200年，
以飞剑入道，当是天下杀力第一。你一个单凭拳头的修士，凭什么能这样和我叫板？因为你自己是个废物。行。你打小就这么嚣张吗？你打小就这么嚣张吗？我无父无母，3岁上山，16岁练剑，26岁天下无敌。这也不是你能这么嚣张的理由，就是一个抢字。你不争不抢，靠什么修行？别人的施舍吗？既然你想要争，那你就去和要争的人争夺好了。来皇城里发什么疯？我就是来与你争的。这天下的机缘有限，不足以让2个人飞升，只有杀了你，我才有飞升的可能。你这资质也想飞升？你比我厉害，自然是你说什么都是对的。你来的时候就应该想好自己会死。你不只是金丹，我是彩丹。成就元婴时，你就会飞升。这个天下容不下元婴修士，你会飞升到仙界。若无意外的话，应该会被划分到上宗扶摇仙宗。你告诉我这些干嘛？奢望我善心大发饶你头命？我只是要告诉你，不管你在这个天下多么厉害，飞升之后你也只是地下的蝼蚁。那你为什么要飞升？为了当蝼蚁吗？你不飞升，只有寿元将尽、身消道死这一条路。唯有飞升，才能追求长生不死的大道，哪怕是重新从蝼蚁当起。你现在尽管笑，等你到了上界，以你这种不愿争抢的模样，只能当一辈子被人踩在脚下的蝼蚁。至少我还活着。斩杀此界金丹强者，无敌1+1。这玩意儿我之前锤杀上界仙人时给过3魔，现在杀个铜镜金丹也能得。这方天地的规则真有意思，金丹就是天花板了是吧？3000抹无敌翼才能开启大地之路，我这4抹连根手指都拧不出来，先存着当好看吧。没受伤吧？他要找我，你放他来就是，反正也打不过我。你细皮嫩肉去拦他，太不值当。我怕打扰你修行嘛，万一结丹失败了怎么办？我不结丹一样杀他，下次直接跑，我无敌。好，那我能不能在旁边看着？安静看着就行，别再出来了。不会了。伤没事吧？应该大概可能没事吧。给我看看。不能随便看了。陈哥，怎么了？你要看看我的伤势吗？今夜我们只谈医术，不论其他。那你快进来。我躲在这天下慢慢加点倒无所谓，可清月不行，要长生就得飞升仙界。小雪也在仙界等我，迟早得去。决定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打造无敌。哇，下雪了呀！陈哥，你喜欢雪吗？蛮喜欢的。为什么呀？可能是我的老家很少下雪吧，所以我才喜欢看到雪。陈哥的老家在南方吗？那里确实不常下雪。不，在远方。不管多远，总有一天能回去吧。无所谓了。陈哥，我们来堆雪人吧。好。这次我们要堆2个雪人，肩靠着肩，好不好？副宗主此行前去大宋皇城，据说是要给那出事的老仙人当帮扶，但副宗主终究是高估了那老仙人。那老仙人的名头说得如此无敌，还好意思和大宋国师并称什么世间2仙人？我看就是合狗屁。那大宋国师也真是太过无敌，传言锤杀老仙人不过30息，无人能挡。若是那大宋国师来海外找我们怎么办？不可能，这里全是海外荒岛，我们又开凿于荒岛之下，
紧邻海水，他不可能找得到我们。可我们总不能躲在这里一辈子吧？总要与外界接触。若这大宋国师在海岸围堵，该如何是好？不然我们去向这大宋国师示好吧。我们有吸收供奉之力的阵法，之前老仙人就是为了这个才与我们合作的。想来这大宋国师应该也需要。派谁去？不如我们传信给这大宋国师，顺便送上一些宝物，以表我们的诚意。但要是这大宋国师不来怎么办？应该不会，他可能也在找我们呢，说不定现在就来了。是在找我吗？正好，我也在找你们。我们今天就要死了吗？今天给你们2个选择，死或生。我不是一个嗜杀的人，所以给出你们的诚意，我可以考虑不杀你们。我们正讨论依附于您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们愿意替您完成供奉大阵。从此后，大宋乃至于这天地的生灵都会祭拜您。有什么好处吗？成神。您到了这个境界，想必已经知道了诸天万界的消息。听别人讲过，诸天万界里有许多强大的剑界，我们头上的仙界便是顶级剑界之一，而掌管我们这个天下的，只是仙界里的扶摇仙宗而已。这关成神什么事呢？每个天下或者是界面，都如同这个圆宽，而圆宽可以看作是人体，拥有5脏6腑、4肢百骸等。我们这个界面之所以如此弱小，甚至几百年来连金丹都出不了的原因，就是缺少最为重要的心脏。成为心脏就是成神，成为这个天下的至高存在。之后这天下的一切都会反哺于您，而您的境界也会影响这个天下，使得这天下越来越强。这2者相辅相成，互相受益。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？500年前金丹祖师曾经想要成神飞升，却终究是资质差了，没能成功，于10万雷劫之中丧生。还要渡雷劫？想要飞升去往上界，都需要渡雷劫。如果只是普通雷劫的话，倒是没什么。但老祖想要成神飞升，便触发了灭国级别的10万雷劫。意思是我成神之后要飞升的话，也需要渡10万雷劫，甚至不止10万。这渡雷劫不算坏事。古来修士突破都有雷劫，所以雷劫都算是喜讯。越强大的雷劫渡过去了，对修士的裨益就越大。老祖他资质不够，没能扛过10万雷劫，不然飞升去了仙界，到现在也是一个不小的人物了。想500年前我们炼气室是多么的风光，皇帝见了他们炼气室都得俯首叩拜，如今却只能躲在这么个荒岛里边。世事无常，真是世事无常。有没有其他仙人降临此界的传闻，是能一掌灭城的？一掌灭城？祖师的书上有记载，600年前出现过一次，也是一掌灭了一座城池。但祖师推测这手掌的主人不是仙人，因为扶摇仙宗的降临使者都不知道这个事情。若是仙界同劳，其术法波动绝对躲不开扶摇仙宗检测，所以扶摇仙宗降临的使者推测他界之人。至于是哪个剑的存在，就不得而知了，但肯定已经迈入了圣人这个层次。100年前我见过。 600年前，100年前，那么期限是500年吗？您见过？那只手很大，其上满是雷霆，像小蛇一样流窜在指缝中，然后就这么压下，啪的一下，偌大城池就没了。和祖师书上说的一模一样。那么这大手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来这个天下灭城？我们也想不明白。 成神还有什么好处了？成神之后，您会是整个天下修炼的最快的存在，同时也会增强自己大道的进步。这些都是祖师书上的记录。
那么诸位就帮我成神吧。陈哥，你看我绣的花好不好看？和你一样好看。哪儿有？清月，如果到了后面，我们两个要分开怎么办？为什么呀？我说的是如果。而且以后很可能也会有这一天的。咱们各自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。为什么不能一起走了？我当然也想一起走呀。可任何事情都没有想的这么好，对吧？如果真的要分开，那以后肯定会再见面的。当然。大龟悉数已修行至大成，距离元婴门户也不过1步之差。亮白现在可以自由操控身旁30米的光阴流动。他修行竟这么顺利，已能书写道章了。我靠大龟息法讨巧，他只靠天赋。上宗收徒。这架势和当初很相似，今时不同往日。当初我是蝼蚁，现在我是天下第一。没想到这种小天地竟然还能出一个快元婴的修士，主食不错。不过我要找的不是你，陈哥，陈哥，就是这个小姑娘，跟我回宗门吧。你是仙界第9山的门主？没听过。我也没听过。你们只需要知道很厉害就够了。我是来收徒的，不是来解释这个的。不应该是扶摇仙宗来收徒吗？扶摇仙派是你们的上界，不错。但收徒一事，只要双方愿意就行了。况且这女子还和我们第9山有缘分，本来你该去我们第9山。再说扶摇仙宗已经几万年没出过大帝人物了，即使现在多了一个圣女，那也只是大帝苗子，不是大帝。比起我们第9山来说，肯定要低上一个档次。小雪如此，清月也是。你们这个小天地就只有这些气运，天赋资质不凡的存在会互相吸引，也就是说天道会制造机会让你们相遇，从而将气运拔高。你们2人在这个灵气与气运匮乏的小天地里都能修行到金丹，确实不错。如果我同意的话，可以让我和夏哥一起进入第9山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他是无气运之人，天地都捉摸不定，且他现在境界低下，还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其他人。我们第9山不需要，很不需要。我不去。你若是想与他一直在一起，那你就必须飞升修行。你如今才金丹，他已经快元婴，到时候他先行飞升了，你还是得在这小天地里修行，且可能因为他飞升带走了最后一个飞升气运，你就没了飞升路，只能老死在这小天地之中。你愿意这样吗？我们该怎么才能相信你了？
你们只能相信我，别无选择。即使降临这个小天下，我也有元婴打底的修为，你们也反抗不了我，不是吗？元婴可不够看。还未元婴，怎会接触时间大道？谈事情的话，我还是希望我们之间是相等的。未入元婴，先入时间大道，你还真是个天才。可惜是个无气运之人，不然连我第9山都要来抢你。我倒不需要你们抢，我只是想要知道，你们怎样保证会好好的对清月。你们都修炼了玄魂道章，这是我第9山散布在仙界的术法，且外传的只有第1册而已。为的就是在诸天外界里寻找与玄魂道章相契合的天骄，而这个小姑娘便是能在这灵气与机缘都匮乏的小天地里成就金丹，且凝练出上千抹玄魂器。这小姑娘的资质已经是达到了准圣级别，虽然不如大帝，但要是成长起来，也是可以镇压一方的大人物。所以我第9山要把她带走，不然屈居在这么个小地方里，也太浪费她的天赋了。你还是没能证明自己的诚意。说了这么多，谁知真假？这关乎清月未来，我放不下心。可你们都得飞升不是吗？而飞升去了仙界，注定要选择宗门，不然以你们的实力，只会被域外天魔狩猎。而你和这个小姑娘，应该是不能一起飞升吧？你最多压境300年，就不得不面临元婴雷劫，飞升仙界。可这小姑娘就不一定了，修的还是我第9山的玄魂道章，本来进度就缓慢，若在这灵气和气运都稀少的小天地里，至少也得500年成元婴。你要是飞升了的话，这小天地的气运可就支撑不住。再出一位元婴飞升者，那么这小姑娘的结果呢？可能是寿终正寝吧，听起来算一个好结果。但真的好不好，就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了。你若不是无气运之人的话，我第9山绝对要你。可惜，实在可惜。你现在就能将时间大道感悟到入门的程度，未来的成就至少是准圣大帝。这无气运之人有什么说法吗？没什么说法，就是单纯的没有气运，没有机缘，不能被天道所算策，一切都凭自己。照你这么说，无气运之人并不算坏事吧？不，无气运之人就是坏事，因为不被天道认可，所以成不了准圣，更走不上之后的地路，终其一生，也就是个补天境的修为罢了。这就像是一个水杯，别人的上限是满满1桶，但因为各种原因没办法填满，但你的上限就只有半桶，不管怎么去填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也只能达到半桶。难怪仙界宗门都不要我，这个弊端对无所谓，我不靠修行变强。第二，无气运之人会影响周围人的气运，且这种影响大多数都是负面的。反正我活了3万年，没见过有正面影响，所以各个宗门都不喜欢无气运之人，更不收录。这个消息我倒是知道，大不了一个人加点修炼。眼前是关于清月的事情，清月去了你们第9山后，是什么待遇？准圣的资质，肯定是山主的关门弟子了。以后成了准圣，就能当和我一样的门主，
是准圣？我还不是准圣，普天境巅峰而已，也可以说半步踏入准圣。不过因为我自身战力强大的原因，提前成了门主。我对你倒是很感兴趣，压境在金丹和你过几招如何？也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天赋神通。元婴都不够看，何况金丹？我这可是铜镜无敌的金丹。另外，我会用些不属于金丹的神通术法，不过威力绝对是金丹范围。我觉得你还是用元婴实力好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彩丹。彩丹？什么东西？天道金丹吗？无气元之人明不出天道金丹。花架子少摆，真神通多出。好。什么意思？我可不喜欢看武拳。你这也太猛了！怎么金丹不像金丹，反而更像是元婴？若你不是无气运之人的话，仙界不知道多少大宗门要收你当弟子，就连我都是心动不已。承让了。你这是想不打了？你打不过我。压境在金丹，有可能打不过你，毕竟你也不像金丹。但我在这小天地里可是能提到元婴修为。元婴也不行。这么自信，我可还很多神通术法都没出来。你随时都能渡雷劫，迈入元婴。一念之间。丫丫，你还真是让我不断意外，没想到这么个小天地能出一个你这样的人物。就算你的上限只有补颠境，也应该是最强的那批补颠境。到时候我第九山倒是欢迎你来挂个记名共省的名头。好，好，好，记名共省是好差事，但眼下是清月的事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留下一盏连接两界的明灯，到时候你可以通过明灯与这小姑娘交谈，之后飞升仙界也可以来第九山找她，只要不久留就没事。好，清月去仙界是肯定的。这女子倒给我解决了困境。还是让当事人自己决定吧。顺带一提，我叫神鹰，第九山门主，也是以后的第九山主候选之一。好好考虑，不要为难自己。去了仙界，我还是能和陈哥联系，对吧？只要有跨界明灯在，你们两个就能联系。等他以后飞升了，也能来第九山看望你，但是不能久留。好，我愿意。再见。等我。
国师大人保佑，今年家里平平安安。娘，国师大人真的还活着吗？别乱说，国师大人是仙人，自然长生不死。 50年啊，你这跨界明灯还真是能吃。天地气运都快被你吸干了，才冲2成，照这么下去，少说还得100年才能联系是清月。清月那丫头应该安全了吧？天级弟子还有自己的宫殿，当年都快渡元婴雷劫了，现在多半已经元婴了，真好啊！这就是宗门底蕴。不过我不能太早去，仙界那群老妖怪一个个修了几千上万年，我孤家寡人的，现在过去不就是送菜？等玲珑气升满，时间大道入门，玄魂器写出第1道道章，力量至少加到500。稳一点，再飞升。还有小许，早早去了仙界，现在应该也混成一方大人物了吧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陛下，反军已经杀进宫门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！贱民一群贱民，他们怎么敢反？大宋有仙人庇佑，万万年不灭。朕这就去请仙人。仙人，国师大人，快出来！请仙人出关，诛杀反贼！国君，你鱼肉百姓，加大税收，中饱私囊，嗜杀成性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朝代更替是无可避免的。新朝既立，先拜仙人。大夏皇帝拜见仙人。拜见仙人。又来了，不是这些，是他。怎么天黑了？那是什么？手，是一只手！快出城，马上出城！国师大人，求您显灵，仙人救命啊！没用的，都没用！什么仙人？不过是几百年前的谣言，谁都救不了我们。你骂就骂，何必踹仙人一脚？我也想他是真的啊，可他在哪儿？大夏皇帝恭请仙人出世，请仙人救世。我大夏千万子民年年供奉你，视你为至高无上。如今灭世之灾就在头顶，你却躲在地下当缩头乌龟，你算什么仙人？不过是投机取巧的奸诈小人。原来皇城里根本没有仙人，就让朕随着朕的天下一起死吧。在喷人这方面，你还是太有礼貌了。仙人，乖，别哭，去后边待着，看我表演。见过仙人，那你可得看清楚，以后可就看不到了。